最心动的瞬间一定是第一眼的一见钟情。我就要起叫做相遇可颂。哎呦，哎，可以啊！怎么能一下就中了？Hello， 各位芒果 TV 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魏哲明。Hello， 芒果 TV 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郑和惠子。我觉得高中的暗恋是青涩的，像柠檬一样的，但是又是时不时让自己有小惊喜的。其实每一条都不遗憾，因为那个时候就不应该让他看到，因为怕他受到伤害。对，希望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他，而不是让他去跟着我一起痛苦。我是信的，因为我觉得许怀颂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男孩，所以如果他当时对更优秀的女孩有好感，或者想牵别的女生，我觉得也很正常。稍微解释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我要出国留学了，所以怕他受到伤害，所以才会又觉得有点遗憾，所以一定要去牵这个手，但是牵了之后又怕没法给他承诺，所以只能说对不起，我牵错了。是的。逆光中的女孩在书店，一睁眼看到她，世界都变得美好了。怀颂是在那个礼堂里面，然后做辩论赛。我觉得当时第一眼看到，就是也是一个在发光的一个男孩，因为他在是比较的慷慨激昂的，很有观点的在表述他的论点。我当时就觉得他非常的优秀，非常的耀眼，而且也非常的帅气，就是你第一眼就会被他吸引住，这是我对怀颂的第一印象。其实我觉得是弹钢琴的时候，就是你在暗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给自己有很多假想的一个空间。虽然我们有一墙之隔，可是在这个下雨天，这个教室和这个走廊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很心动，有那种静谧的陪伴，而且他弹钢琴弹得也很好听，跟钢琴的适配度 max， 所以当时就会觉得很心动，然后有一种淡淡的温情。那下雨天有那种雨滴的声音，还有青草的味道，你会觉得哇，好浪漫。我最心动的瞬间，其实我每次都是偷偷看他，也是，我是不知道的。对，都是在不知道的那个情况之下。最心动的瞬间一定是第一眼的一见钟情。除了那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心动的瞬间，是并没有看到他本人，但是是在一本书里看到了那个纸条，那个纸条上面的字就会让他的整个人的善良和那种温暖透过字里行间映入到我的眼帘里。里面的内容，对，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许怀颂很多，同时让许怀颂在当时很痛苦的生活变得看到了一道曙光。对，所以那个情况下会感觉特别的心动。我觉得我也不会说太多，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同学，你弹钢琴弹得很好听。”哦，不错，不错，弹钢琴弹得很好听，不错。那个瞬间就一定会是3个字，特别郑重的要跟他说谢谢你，因为是你治愈了我，同时也让我能够从阴霾当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到了，说如果是校园时期，那我就要起叫做相遇可颂。哎呦，哎，可以，因为我觉得是那种相遇可颂，因为相遇是那种淡淡的香气嘛，对吧？就是校园时期它不是那么浓烈，对吧？然后又有2个人的名字，然后紫色又是相遇嘛，是紫色，又很浪漫，淡淡的浪漫，相遇可颂。我觉得我一定要提前把我折的满满一罐的星星送出去，从白天叠到晚上，而且我做了很多的，就是在想象当中我应该怎么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其实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出国，或者说未来是什么样的，其实当下我只是想要让他知道我的心意，只是想要让他知道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关心你，希望能够给到你一些美好跟温暖，即便他是没有结果的，或者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走向，但是很想要把这份喜欢的心意告诉他。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包括像许怀颂，因为他做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经过一些深思熟虑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会感觉像是遗憾的东西，反而在很多年之后再回看，不见得是遗憾。当时也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真正的能够给他幸福，给他爱。
可能只是简单的喜欢，双方的喜欢可能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真正能够走到一起，所以就不能称之为遗憾。如果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的话，我更希望他在去往国外的飞机之前，能够哪怕是偷偷的跟阮玉说一声没有签错，对，弥补一下自己离开之前的一个小遗憾吧。永远都是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积极向上，并且义无反顾，而且能够在不经意之间就带给我很多的温暖和能量。对，我觉得就是许怀帅，是吧？确实帅，帅是第一点，帅是首要的一点，因为青春期的荷尔蒙一定是第一眼就是这个人就长在你的心巴上。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笃定感，一种淡淡的笃定感。就有一场戏就是在做那个算术题的时候，其实我是能够感觉到他的好意的，他好像是在帮助我的这种。我觉得这个男生很善良，然后以及他其实更多是一个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发光的形象，其实这是最简单的，我觉得也是青春期最能直击人心的最戳人的地方。我跟刘茂有一场戏，他跟我灌输的一些想法就是，你看你们俩都这么多年，对吧？你偷摸暗恋人家，你喜欢的可能就是人家就是高中时候的那个样子，不见得是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你可能只是喜欢的一个感受和当时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了。那反过来说的话，如果他现在变得跟之前一样，或者是比以前更好，那是不是两个人都在共同进步的过程当中能够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结果？对，我觉得这是暗恋的最好的一个表现，就是都为了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且就是你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你首先你知道对方，就像阮玉喜欢许怀颂，他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在你人生的这些年里的时候，你其实是会有一个参照的，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因为你喜欢人是这样的，那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配不配得上的问题，而是有朝一日我看到他的时候，你很好，我也不错。许怀颂反正是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用一些小心思，对，在合适的时候。我们怀颂打小就这种人，对。但是我反而觉得，其实阮玉在感情里是挺勇敢的一个人，就包括其实戏里有一些主动的一些，他还是蛮勇敢的。所以我觉得，不管许怀颂有没有任何的举动，他是一定会跟他告白的。说快毕业的时候，就高中什么读书阶段不行。不能早恋，不可以哦，不可以哦。但是就是快毕业的时候，就毕业的时候，旅行的时候，就已经要准备好我要做这个告白的行为。我马上成为一个大学生了嘛，我有能力去享受或者承担一段感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会有这个举动。阮玉会有这种举动，是。我有的，我想要跟那个许怀颂一起去那个钢琴教室，然后吃炸鸡可乐。哦哟，许怀颂一定要在旁边弹钢琴哦。哎呀。那我想回到大学时候，这个让李十三在台上弹着钢琴，我去勇敢的跟他告白。怎么样？一定要十三在台上弹钢琴，最好是你在台上弹钢琴，然后我去给你送花，十三在旁边看着。最后暗恋的是你俩好了。没有太敢去细想这个问题，因为对于年少的自己来讲，其实出国真的会让你觉得很远。是，暗恋这个东西肯定是美好的，是的。那所以所有一切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所以不管是未来什么样子，我觉得都是很笃定的去相信未来我们有缘分还会再见到。对，所以当时不会觉得可能就这么失去啦或者什么的。对。他马上要看到我写的小说，然后他会了解我的心理的动线，他可能会明白我在高中时候对他的暗恋，以及一些我对他的脑补跟幻想。我觉得其实我不是不想面对他，我其实看到他的时候内心也很欣喜，但是我很社死。我觉得那种女孩的矜持，还有她会觉得有些丢脸，而且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怎么样以一个这样的身份去面对他，主要是因为我写了很多关于他的内容，幻想的描述。对，是这样的。更多的是怕他尴尬，因为我是抱着跟他来相认的契机回来的，所以
第一面见到他的时候，他居然说不认识我。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我其实不太清楚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只能也说那不认识。对，或者是他可能真的不记得我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对，因为他也不知道我高中时候喜欢他。对，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对，确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高中时期的许怀松，在我眼里其实不是完整的许怀松的样子。然后我可能太不完整了，太不完整了。但是那也是他的一部分。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以他的个性以及他现在的可能发展啊什么的，再加上他，我一直觉得他可能在国外吧，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去看到所谓的这种言情小说，所以是没有想过他会发现。不是道明寺，是花泽类。嘿，对，因为高中的时候就有偷听到说他喜欢的类型是花泽类那种类型，所以那个时候就为了拒绝别人胡说的。对，但我不知道嘛，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吃炸鸡啊什么这些事情就隐藏起来，不想让他知道。对，但其实还蛮想告诉他，那个不是真正的我，让我知道真正的他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没有当下那一刻我跟他说放下了，我觉得不是真心话，而且我本身想表达也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表达只是书里的这个内容，但当时暗指的并不是我们俩，我只是说可能读者也会释怀或者怎么样，但我从来不觉得阮玉心里有放下过许怀松，他一直在他心里。你肯定是还在很勉强的维持高中时候给他的那个感觉，就可能还在装，对吧？还在立这个人设，直到后来真的是装不下去了。他其实也不想装了，他主要是因为觉得可能也许阮玉喜欢的是这个样子。但一直有高冷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真的喜欢那种，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也并没有，是的，他可能更喜欢真实的。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他真实的样子。对。你有没有后悔啊？应该也没有。没有。他其实这个，咱跳脱出来说的话，最精妙的地方就是，都不是不想让对方知道，都想，但是那个时机恰恰不合适。对，他都各有原因。对，这种冲突感才是这个比较好看的。他就跟那个挠痒痒一样。对，老是没挠到那个位置，但他还在痒。嘿，挺撩人。暗恋的过程很煎熬，但是也很美好。如果说表白了，一旦被对方拒绝，肯定还是要再争取一下。如果真的了解到对方可能他并不喜欢你，或者是人家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和安排，那就放手了，对吧？但是还是会把心意告诉他，一定会告诉他。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更多的就是被他的外在、他的优秀，被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吸引了。但到后面了以后，就像那天我跟明有一场戏也在讲，我说18岁的爱情跟28岁的爱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更多的肯定是希望就是大家三观上是有共鸣的，灵魂上是有共振的。其实我那天也特别想说其实许怀松跟阮玉他们这样坚定的选择对方，且他们俩其实都是非常富有爱心、有责任心，我们俩很爱多管人的闲事儿。是，他们两个其实就是在我觉得就是灵魂伴侣，不然不会兜兜转转10年还能在一块儿。是，就是人一旦有那种，就是可以在心灵上、灵魂上的沟通，就很难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分开。因为高中的时候，许怀松其实想的挺多了就。包括他做出的每一步，包括在隐藏自己，同时也不希望让自己高中时候的家庭影响到阮玉。随着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这方面好像似乎又更加深了一些，所以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回到国内，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其实还设计了还挺多，一层一层的，希望让阮玉在日常交往过程当中了解到他的真实内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拍的时候也是把那些东西都拍了很多小的细节，所以直到最后有那么一场戏，你突然回想起来我掉了马以后那个地方，你回想起来一次一次的，好像似乎许怀松都提醒了我就是好像没有想到，没有感受到。他是有想说，但是
千言万语又错过了。哎，对，他是想要开口，所以其实我对他也是有一定的误会的。对，所以说回到这个感情观的话，就是他的这种感情认知是都没有改变的，反而是会对这个女孩有更多的一些责任感在，就是我一定要让她感受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对她保留着最纯真的那份感情，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责任，能够保护好她。别觉得遗憾，之后你们还会遇到。对，不用说服自己去爱他吧，因为我会觉得什么？我觉得许怀颂其实上背负了很多东西，就很多东西是我看不见的，不管是他在出国前还是出国后，包括你看后面跟爸爸的妈妈呀、家里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阮玉是非常愿意给许怀颂温暖的，多给他一点爱吧。虽然他很优秀，但是多给他一点爱。不行，怎么不行？怎么不行？一次。怎么不行？万一呢？我摁了3个哦。你怎么会这样？不是就这么玩的吗？摁下去了。摁下去了。哦，你也要多摁几次，可以。那我先按了，不管了。可以了，可以了。对。等会儿，这俩怎么起来了？再换一个。你骗我！哎呀，许怀颂，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看《迟来的欢喜》，好不好？好。好。怎么能一下就中了？嘿，这就是偶像剧。嘿，一下哎，真的是啊。OK 了，转一圈。好嘞。如果当时可以把表白的星星送给你，那么我就会告诉你，我没牵错，是这意思吗？是的，哦，非常好。如果那首 After the Rain 告诉你是为你而弹的，那我就会问你，可不可以为我再弹一次？如果当时能早一点看到你的短信，那我就会带着你去环球旅行。不是，那我就会带着你去琴房吃炸鸡喝可乐。可以。如果若干年之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说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告诉你，我喜欢你，那我就会说刚刚那句话是骗你的。我们没有抓马的恋情，我们有的是可见的真心。我们并没有很多浮夸的场景，但是多了很多内心的对于暗恋和喜欢的雕琢。令人心动的不只是我们在剧里的爱情，而是我懂你的每一个真实的瞬间。希望你能够打开芒果 TV 看你是迟来的欢喜，因为这一刻是我们最近的距离。想要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你是迟来的欢喜，你的那份欢喜绝对不会迟来。嗯。